来，各位万事通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5月9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废核的代价，我都已经亏了那么多了，花不到100万来改一个字体，搞个转型正义，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想要做正事，那又怎么样？我们会讲到聂永真、于右任、陈瑞明审计长、叶元之、洪玉祥、童子贤、曾文生、西屋公司、永贞极致设计工作室、核三核四燃料棒、台电中油废核账单3500亿729.87兆96万8940元。来，各位，故事终究是要开始的。我们从一个80年前的故事开始讲起。1946年，二战刚结束，台湾电力公司呢，在这座岛上正式开张。因为以前不叫台湾电力公司嘛，以前妈都是日本人搞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呢，全台湾的发电装置容量啊，只有27万千瓦。1年之后，1947年，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台前夕，台电的招牌做了一个决定，把公司名称台湾电力公司6个字，请当代最有名的书法家题字。这个书法家呢，当时人在重庆，后来来到台湾，再也没回去过大陆。他叫于右任。那于右任是谁呢？于右任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是孙中山的秘书，是中华民国监察院院长，一坐34年的那个人。我们也有一个一坐到加护病房的那个人，但他就不重要啦。他也是制定标准草书的人，书法界叫他当代草圣。他写给台电那个6个字啊，从1964年开始正式启用，一写一用就是80年呐、整整80年后，2026年4月30日，台电过完80岁生日，然后在生日的8天之后，2026年5月8号，星期四下午，有眼尖的网友在缴电费的时候发现，哎呀呀呀呀呀！那个6个字不见啦，电费账单上的台湾电力公司6个字被悄悄的换成了一组现代化的电脑字。网友翻出政府采购网的绝标记录，这个案子总价是968940元，得标的设计工作室叫做永贞极致设计工作室，主持人叫聂永贞啊。聂永贞又是谁？他是蔡英文2016年总统大选的形象设计操刀者，也是民进党竞选文宣的长期合作对象。网友称他说什么呢？网友称他叫做蔡英文御用设计师。他过去也标到过台中绿美图、彰化台湾设计展、台北当代艺术馆，哇，很多是绿营执政的县市啊。来，你听出来了吗？80年的字体，同一家公司，一边是1946年国民政府从重庆带来那个监察院院长，书法界的当代草圣啊，写了一辈子标准草书的于右任，据说根据林嘉欣的说法是，他妈当时他稿费是2颗大西瓜。现在呢，我们当代的标案之圣聂永贞啊，做的东西妈大巧，做的东西呢，你根本看不出来在哪里用了设计的经典，哪里改做了吗？做的东西出来，你看出来跟微软正黑体差不了多少。但是怎么了吗？怎么了吗？聂永贞的标案哦，都压到100万以下啦，而且在台电的80岁生日的隔周呢，把那6个字换掉，当代标案之圣聂永贞呐。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换字的时机真巧，真他妈巧。5月5号中午呢，
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爆料，哎呦，元之难得有一个爆料，哎，不得了！除了被人家吐口水之外，他能爆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啦。来，叶元之爆料什么东西？赖政府要趁西屋本月来台安检，下单核三燃料棒，赶2028大选前到货。5月5号下午，民众党立委洪玉祥质询，审计长陈瑞敏亲口承认，核四燃料棒送美国找不到买家，储存费花了4亿，现在还要再买核三的燃料棒。政策的问题上面也有。5月8号下午，台电 logo 换字体上热搜啊！嗨呀呀呀呀呀！也许聂永真拿96万的这个费呢，不是只收设计费啊，还包含了躺枪费啊，还包含了金钟罩铁布衫的收费啊，那真的是好啊！这个价钱很有可能算合理啊，当场单旗救主啊！你的客户出事了，你赶快本政府站，自急救援呐！3天之内，备核账单从第3条财政承诺链最深的洞被一个一个摊开来讲，民进党政府是怎么回应呢？怎么回应？你他妈被人家接一个标案，而且据说现在标案上限是150万，你他妈还给你拿100万以下，然后还负责出来躺枪，负责出来被干，你说这是不是远低于政治标准？真是啊！你叫我只拿96万改一个正黑体的东西，我他妈还觉得不划算。好，来，民进党政府的回应呢是5月3号，经济部说，核能机组再运转必须以专业判断为准，无需过度政治联想。5月8号，台电说，本案遵守财务采购法，对吧？政府采购法，无需过度政治联想。1周之内呢，同一句话术重复2次啊！我先教你一个小弟我提炼出来的适用于这个政府所有重大政策的辨识公式，怎么了吗？只要民进党政府跟你讲无需，你一定要警觉，那就是很需要的啦。他平常如果真有需要，他会跟你讲说不需要；如果真没需要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很需要。无需过度政治联想，你就要过度政治联想。无需担心缺电，你就要担心缺电；无需担心通膨，你就要担心通膨；无需担心经济，你就要担心经济。各位，你看一下我说这个对不对啊？他叫你无需担心塑胶袋供应充足，你就要担心塑胶袋供应不充足啊，好不好？来，各位，我们生长在这个时刻呢，也算学到了一些东西，好不好？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往下走，好不好？来，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这个无需公式背后的废核代价。一边是96万8940元的字体，是720亿史上最赚1年的会计魔术，是2次无需过度政治联想的话术。另外一边呢，真正的代价是1.87兆的累计亏损，3500亿还没填平的废核账单，是2.4兆呢。我们的台电总负债，是审计长看不下去的核四80亿呆账，是中油91亿持续割肉的兄弟相挺。而我接下来要证明给你看的是，这96万8940元改字体能不能改，设计师有没有问心无愧，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收那96万就是出来躺枪被干的，那你说聂永真是不是很够意思？我今天躺枪被干，然后让你开开心心，以后是不是也要赏我一些呢？更重要是，为什么这个动作能在5月8号这一天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啦。讯号的内容是什么？来，民进党政府正在做2件同时发生的事，对外拼2028年大选核三重启，买新燃料棒；对内把象征中华民国的视觉符号一个一个拆掉，
拆符号，但是不拆核电厂。中间夹的是台湾1.87兆的废核累积亏损，是中油800亿的累计亏损，是天然气计划4845亿的依赖，是年逾3000亿的碳费，永远收下去啦。这就是废核代价，这就是台湾面对的财政危机的第3条。我们讲了军购1.25兆，对不对？最后过了8000兆啊，不，8000亿。那我就问，不是说美国需要1.25兆吗？那怎么最后过了8000亿，美国也觉得 OK 了呢？那多出来的4500亿是他妈给谁？是他妈给谁？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怎么会说美国一定要1.25兆？结果过了8000亿之后，美国就安静了。那不然总统派你再来拒绝附属啊？你觉得不够对不对？美国爸爸不开心，你不要附属啊，你继续宣告他违宪嘛，看你敢不敢啊，荣泰大师兄。这3个台湾的财政危机啊，同时挤压了社会保险的改革空间。这同一个故事的另一面啊，来，我们今天把定场诗念出来，做一个开场。6字标签96万，废核账单1兆8000，草圣墨宝80春秋，燃料棒已赶赴大选，中油割肉800累亏，台电转盈天时非公，莫道过度政治联想，孙儿还在补习途中啦。哎呦，来，我们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要跟各位好好的讲一讲。到底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他妈的老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个问题？那是怪我吗？来，有个民众5月8号下午那个爆出来新闻现场啊，有一天就是那一天，有个民众打开电费账单，你知道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少看纸本账单啊，不是吗？贼心该败。台电现在主推什么？台电一随手电子账单。有些长辈、有些公司户还是收纸本。那个民众，某不具名的民众呢，打开来，发现台湾电力公司那6个字长得不一样啦。从用了80年的于右任草圣笔墨，换成了一组现代化的黑体电脑字。民众把账单拍下来，发到 PTT， 发到 Threads， 眼尖的网友很快就在政府采购网站挖出了绝标记录。我们再把这个数字报给各位听，这个案子的总价是96万8940元，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谢谢 Kate 跟 Gas 的抖内来，那你先记住的数字啊，96万8940元，因为这个数字精准到让人毛骨悚然。我们先看第一个事实啊，台湾电力公司一共是6个字，96万8940元除以6，每改一个字16万1490元，也就是每个字值16万1490元。各位，你可不可以说说看，哪个世界的设计案写6个黑体字要花你96万？小弟也不是没有跟设计师合作过啊，他妈我以前搞出版业的啊。我们这样讲，这个价格呢，怎么样就是不划算啊，看不出来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啊。那好啦，正常的人、行内人要问，为什么台电这个案子要96万8940元？为什么刚刚好在100万以下？这个100万以下的数字呢，不是巧合，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公告金额是100万以上的劳务采购呢，要进入完整的公开招标流程，需要公告，需要审查，需要底标，需要报请上级备查。100万以下的小额采购程序远远宽松，
所以我们看到了尚书大人甄基林这个粉专，直接挖出聂永贞过去得标的政府案，好几个案子都压在100万以下，粉专直接写，避开100万招标门槛，或者是聂永贞本身就觉得，破100万就不吉利，我就是要讨一个吉利。那聂永贞本人怎么会？他发了一个5点声明啊，那说什么？最后一句话叫什么？我们交出了我们的专业，无愧于心。你无愧于心，但我看了有愧我荷包啊！无愧于心这4个字跟无需过度政治联想的8个字结构是一样的。我心无愧等于我做了，无需过度政治联想，你就要过度政治联想，而且一样，我的标题写得很清楚，又怎么了？我他妈公3000多亿我都亏了，欠债2.4兆我都欠了，改个字又怎么了呢？那所以，阿干，我今天忘了弄那个标案，好啦，随便，妈的，我们要做什么呢？忘了。如果好，如果达标呢，我们就花时间介绍一下乌克兰的无人机战争现况，好不好？各平台抖内都算啊。好，忘了目标了。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富贵于我有如浮云一般？妈的，竟然好了，按不了吗？按不了啊！好，算了算了，等一下再说。我这样讲啊，聂永贞标到的政府标案不是只有台电哦，他过去得标有什么？台中绿美图，卢秀燕之前的台中市府时代的设计案，现在台中市府是国民党，但这个案子是绿营执政时阿龙啊嘉龙执政时得标的。彰化台湾设计展是当时彰化县府的展览案，台北现在艺术馆是台北市文化局辖下的场馆，这些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得标金额全部都压在100万以下。网友翻出来公开招标的公告，每一笔都是90几万、80几万，所以这不是一个个别案件的金额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标案结构，或者说聂永贞大师呢，就是觉得破100万不吉利，他就是要破100万以下，好不好？开心啊！来，我们再看第3个事实时机哦，台电80岁生日是4月30号，新 logo 上线是生日后的隔周5月8号被网友发现。但你猜这个案子是什么时候得标的？2024年啊，案子在2025年初已经结案，也就是说设计案早就做完了，故意挑台电80岁生日后悄悄上线。5月8号这一周发生什么事情？是5月3号经济部对核燃料棒无需过度政治联想。5月5号上下午双引爆废核账单，核三重启新闻满天飞。台电在这个时候悄悄换掉于右任的字，你说是巧合，我不知道啦。事出异常必有妖，谢谢 Gas 跟 Kate 的抖内，但这个异常怎么会在这时候发现，我也不知道。来，我们再看第4个事实啊，于右任是当代草圣这个草不是草包的草，于右任的字不是电脑字体，那是一个书法家当代草圣写的他1879年生于陕西，是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之一，跟孙中山一起建立中华民国，当过中华民国的监察院长34年，从1931年当到1964年。他来台之后，在台北逝世，至今他的墓还葬在阳明山。
它制定的标准草诗是中华民国文化部认可的书法基础标准之一。台湾很多老字号官方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立法院、监察院、台湾银行的早期 logo， 包含了鼎泰丰，都用过于右任的字啊。这是中华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现在民进党执政之下的台电累计亏损3500亿，负债2.4兆，刚被审计长公开质疑政策有问题的国营事业，正事不干。你没有去跟我讲怎么发电，怎么找到新的燃料来源，怎么让台湾面对外敌不会缺电，你他妈先把这个字换掉了。开不开心？好不好玩？来，台电的官方说法是什么呢？我念给你听哦。企业识别随着时间跟需求更换，是各大品牌常见的事，包括了 Google、Apple、Coca-Cola、Starbucks、Uber 等，都曾更换过企业识别 logo。公司员工平均年龄已降至42岁，同仁组成相当年轻化，期待公司发展新意向。美感因人而异，欢迎讨论。但老品牌台电勇于创新不容易，希望大家能多多给予支持。拎娘嘞！那你总经理、董事长要不要出门穿内裤就好？是不是相当年轻化的，勇于创新啊？也不容易嘛。希望大家多多给予支持啊！以后每天上班给我穿内裤就好，不准穿外裤哦。开不开心？然后他最后一句话是：本案遵守政府采购法，全程上网招标，公开透明，任何党派立场皆可投标，无需过度政治联想啊！妈的，你的文胆死了是不是？他们2天之内第2次出现无需过度政治联想，在搞什么？在搞什么？我跟你讲啦，翻成中文就叫我他妈都亏3700亿了。换个 logo， 做个转型正义，我就是再把钱送给聂有真，又怎么了吗？又怎么了吗？来，我说真的，认真讲 ，Google 换 logo 是因为 Google 是私人公司，用股东的钱，股东同意他要进入新的产品中期，他连名字都换了嘞，他现在叫 Alphabet 字母公司。Apple 换 logo 是因为它从电脑公司变成消费电子帝国。Coca-Cola 换 logo 是因为要对抗 Pepsi， 要刷新世代认知。这些公司没有一个是累计亏损3500亿的国营事业，没有一个是燃料存量不到11天的国家能源事业，没有一个是全世界都要恢复核能，就你他妈还在废核的国营事业，是有轻重缓急。但是你的轻重缓急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啊？来，你想想看，你家旁边那家已经欠你3个月房租的房客跟你说，我最近买了新衣服，染了发，做了医美，因为这是 Google、Apple 也会做的事情，勇于创新不容易，请你多多支持。你会怎么回答？我跟你讲，我今天要送你一个观察民进党政府的金钥，我都变专家了，就是不管党怎么讲，你就跟着逆着做，你就只要讲事出异常必有妖，就这么简单。只要民进党政府跟你讲无需，你要警觉，那就是很需要了。5月3号，经济部讲核燃料棒采购无需过度政治连结，隔了48小时，叶元之报下单拼2028，审计长坦白政策有问题。5月8号，台电讲 logo 换字体无需过度政治联想。同一周，他换掉了 logo 是于右任的草圣墨宝啊，刚好挑台电80岁生日的隔周上线，刚好这个设计师是蔡英文御用，刚好得标金额压100万块以下，全部都是巧合，刚好，刚好，刚刚好，刚刚好。来，你买单吗？你被说服了吗？你觉得台积电求好心切换心，他妈怎么不叫小学生给你写一笔？这小学生将来会长大耶，多开心！好，没关系，我们暂停这个 logo 案，我们暂停一个 logo 案，往时光的更深处看一眼。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1964年的台湾电力公司会去找于右任题字？196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那时候台湾的人均 GDP 大概是$200啊。对啊，你们也看错啦，那个时候是$200。当时的人民生活还很贫困，全台湾有60%人是农民，电视机、洗衣机、冰箱还是奢侈品。那个时候呢，台湾电力公司刚刚进入一个重要的时期。各位，你不要替华航担心啦，华航没有总改。我告诉你，他妈，你就算叫那个私烟案的人去当华航董事长，他也没有总改。为什么？因为改名之后，所有的航权要重谈嘛。你觉得以台湾现在的状况，航权全部重台之后，你的国际航空能飞到哪里？飞帛琉吗？飞吗？史瓦蒂尼吗？韩战、越战的美元陆续在那个时候进入台湾，工业化正要起步，台电的装置容量从战后的27万千瓦一路扩张到1964年的100万千瓦出头，是战后18年成长3倍多。那时候电厂呢，主要是水力发电，日月潭的大关电厂、北部的乌来、宜兰、花莲的山地电厂。火力发电刚起步，核能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台湾第一座核电厂核一厂要等到14年，1978年才会商转。换句话说，1964年的台湾电力公司是一个刚刚起步，面对工业化挑战，急需建立社会公信力的国营事业啊。所以当时的台电想找谁来提字，他们找了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就是这个是借东风的意思啊！我今天是一个国营事业，但我草创初期，我他妈要找人替我背书，我就要找于右任，不然难道要找聂永贞吗？不好意思，聂永贞那种还没出生呢。于右任写了一辈子的标准草书，在中华民国体制内最有威望的书法家，一个可以用一笔字代表整个时代的人。于右任在1964年11月10日过世，台电的招牌字就是他生命最后几年的作品之一。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这个历史？因为书法不只是字啊，书法在中华文化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啊。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指出，每一个年代的书法选择都是当时统治集团的文化象征。唐代用颜真卿是要显示忠烈，宋代用苏轼、米芾是要显示文人精神，所以当年不用蔡京，好不好？蔡京的书法写得很好的，但是历史上因为他进入奸臣传，所以把他除名。好啦，清代用康熙、乾隆的亲笔是要显示满汉一体。1949年来台的那一代政府找了于右任，找了台静农，找了王敬之，是要显示中华文化在台湾延续。于右任的字代表的不只是台电的招牌，是中华民国这个政府从南京迁到台北，文化没有中断的证明。各位，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logo 换字体事件会在网络上被骂这么凶，因为所有人心中都觉得干不太对劲吧。你今天花这个时间，花了这个钱，做了这件事情啊，没有人看得出来比较好啊。操你妈！还有人讲说，我看这个东西他一定花了很多心血，你花很多心血，我看不出来怎么办？又怎么了吗？PTT 上网友留言是讲什么？意识形态治国，可惜了于右任的字。还有人留言说，从大师变成小学生呐、更尖锐的留言说，都说转型正义啦。连字体也要转型嘛？来，没关系呀、没关系呀、吴宇说：“朱版说太好了，感谢你记得抖内啊。”来，民进党执政这几年动了哪些党国符号？甚至不是党国符号，他妈台湾电力公司还是台湾呢？你改那个字到底干什么？来，2017年促进转型正义条例3读通过，开始清查威权象征。2018年促转会挂牌，开始处理蒋介石
铜像。2019年，教育部要求各县市政府清点校园内蒋介石铜像，并停供清除规划。2020年，台北中正纪念堂的移队撤纲。2022年，处长会结束任务，但是威权象征处理业务转移到行政院人权及转型正义处，持续推动。2024年，赖清德上任，双语标示与视觉符号全面更新，列入施政重点。于右任的招牌字啊，就在这个脉络里面换掉了。而且我记得中间还有一个北七的事情，有一个早一点比较老的青鸟，带了砂轮机吗？要去割断蒋中正头像的头，但是因为这些都是文组的，砂轮机妈不会用，割一割砂轮机刀片断了，头割不掉。所以我说嘛，他妈找工程师搞就可以，好吗？哇，雪宝黄说，我家里2个小孩常有看抖音短影音的习惯，已经脑死1个月了。不相信可以去查一下抖音短影音对大脑危害的报道。愿你一切好过，好吗？脑死很危险的啊，2个小孩都脑死更是危险。希望你自己也要检查一下，以你的留言看起来，你可能还有危险。好，来，好吧。不只是台电，我再练几个。中央银行2019年新版钞券图案从孔子、孙中山、蒋介石的图像全面改为本土台湾风景跟生物。邮局呢，历年逐步移除中华民国国旗在邮筒上的图样。中华电信2003年民营化之后，原本含中华民国国徽的旧 logo 已经换成现在这个蓝绿色块组合。中正纪念堂铜像区准备转型为历史教育空间，目前正在规划。台电的于右任字体不过就是这条视觉转型路径上最新的一笔。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他妈如果累计亏损3500亿、3700亿，是个国营事业，你会想要换 logo 吗？你如果是那个国营事业的 CEO， 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但是各位，身为一个更生人，我一定挺更生人。既然大家都是更生人，我就是挺台电董事长。你干得好，就是要这样子。我们被判过刑的人，就是要特立独行，开心好吗？赞，更生人挺更生人呐。那但是我们如果从一般正常的脑袋想的话，如果你是那个 CEO， 优先顺序是什么？是稳定供电、燃料采购策略吧，电网韧性吧，核三重启评估吧，还是把于右任字换掉嘞？那好，这是正常的优先顺序吧？事有轻重缓急耶，怎么他妈的会先改 logo？ 你他妈你的业务范围、业管事务做好了吗？好了，我不管聂永真做这个案子有没有无愧于心，我相信他自己觉得没愧啊。设计师接案做完交付就是专业合作，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记得有专业设计师讲说，你他妈要改于右任当代草圣的墨宝的时候，你他妈为什么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你他妈长什么样？如果你是一个当代小说家，说你可以去改莎士比亚的作品，你他妈会有一点融入心，会觉得干我够不够格？干，而不是说吗？拿96万，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来，所以啊，这个案子为什么你妈一家伙3个东西就这么刚好砸在一起，全部都是巧合，无需政治联想。各位，我们继续用那个公式来测试。当人家说你无需担心的时候，你就是要担心啊，你就是要担心，好吗？那一样啊，我还是要说，台电的立场就是又怎么了吗？又怎么了吗？还有，你去他妈问一问设计圈来。事件爆出的当天晚上，我看到一个设计圈的专业批评贴文，这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啊。这个设计师呢，
哎，干，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他的名字？哎，来来来，这个各位，你觉得我要讲出这个设计师的名字，请按+1；不要讲的，请按+2，好吗？大家一边投个票，我来看看状况怎么样。啊，我顺便讲哦，我们带货的这一个这个什么东西呢？固泰科的产品哦，记得各位赶快买，我只能撑到下礼拜3了，所以你不赶快买就涨15%，就涨15%，请你各位赶快消费。而且今年以来，锂电池跟战略需求物资已经成为很大的需求，一定会涨了。刚果还管制它的稀有金属出口嘞，那你现在不买？你之后要买不会便宜哦，而且不止涨一次，可能还会涨好几次哦，请各位多多下单好吗？就这样子讲到这里，来，好，那目前投1的人比较多，好，那我就照讲啦，好不好？希望他原谅，好，希望他原谅我。这个设计师叫刘瑞龙，刘瑞龙是谁呢？他是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海报主视觉与标准字的设计师。那套有没有这个在海报最底下赛德克巴莱那个字就是他写的？那个带着原住民文化气势又有电影 epic 史诗感的书法字，那是刘瑞龙亲笔写的。我把刘瑞龙的立场给你交代清楚，他的这篇文章，自己讲了，我不是什么有名的设计师啊，也没有任何政党做靠山，而且退休不问世事好几年了。他讲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他讲的话跟政治对抗无关，跟蹭流量无关。他真看不下去了，才开口。来，这跟我们上一集的讲的李祥仲是同一个结构嘛？李祥仲退役无党无派2级上将，看不下去 M1A2T 才开口。同样的，陈瑞敏也是，他是实际党体制内监督，看不下去废核的账单才开口。现在加上一个资深设计师啦，退休无党无派啊，看不下去那一个968940元的标案，他才开口啊。来，如果连自己人像审计长都把他骂到头破血流，这个案子就是真的有问题啊。来，我们把它的原文逐句分析。第一个，有没有说做任何设计本来是不对，你现在真的假的？我会好，我来看一下。这妈真巧哎，给怎么这么巧？我刚要开始讲，就忽然之间停住了。好了，谢谢这个 TikTok 这边台北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好，简简单单做自己，谢谢。看怎么这么巧呢？哎，党不喜欢这个话题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哦，干，这妈到底是什么小？来来来，我看一下。好啊，我开个灯，好不好？找个理由，看能不能降低一下我的 GPU 负载。PP Box 123说头份4月8大拜拜，欢迎朱大来圈粉。好了，我再看看啊。但是我现在连直播的那个网络都不加了，你说要怎么办呢？什么又没声音了吗？不会吧？有啦，我有声音啦，怎么没声音？干，不要乱吓我！啊，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好了，没关系，我们还是照样讲啊。干，不然怎么办呢？好，来来来来来来，L 小戴说 “Listen to me, stop”。
被民主警告了。好，没关系，我还在念完呢，他说做任何设计，阿干赖校长在上，本人对你一片赤胆忠心，绝无不敬之意，望赖校长原谅，好吗？好哦。看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好啦，随便，网络总是会好的。校长预兆改天就放。妈，这在我家里耶！你觉得我在床头放一个校长预兆，每天早上起来会看到他，这个还得了？校长正在看着你，靠背嘞，知道你们还要干什么？好，来，温来看一下。好，来，我还是我妈一定要把这个念完，好不好？就算你再怎么阻拦我，总不能人家文章写了不把它念完，这个不行。好，流量现在恢复了，顺畅了。哦，你看拜完就顺畅，妈的，干！我们以后不应该买乖乖，我们应该放赖清德预兆才对。来，刘瑞龙说啊，做设计呢，无愧于心是基本，这是起跑线，他妈不是道德高标啊，不是道德高标。那翻译是什么？聂永真这句话根本不算什么啦，一个专业设计师要无愧于心，这是这个职业的最低要求，是入行第一天就该有的。你拿这个当做辩护，等于说你只做到了不及格边缘的最低标啊。吴宇说：“这是我第一次抖内，因父亲一生年轻到退休，以台电为荣。他若在世，会气到吐血的。台电是有历史文化的国营企业，感谢你。您的父亲呢，为了台湾牺牲奉献，也是非常值得尊敬。有机会再说。来，好了，这个刘瑞龙的第二句说，撇除这个内心道德准则，剩下就是专业含金量。有人是说，好了，假设聂有真的问心无愧，假设他真的没有政治考量，那让我们来谈你的专业含金量。刘瑞龙告诉你说他怎么工作的，他说在下职业生涯写过最有名的是赛德克巴莱这套标准字，从一开局就完全排除要拿电脑字体版型去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B 去调教衍生来。这是电玩界的秘技手把按键组合，好不好？那刘瑞龙是怎么样？他说什么？我们不要翻译好了，我直接把那个念完。哎，我小戴一直叫我不要再继续叫我自己克制。好，来，刘瑞龙说，哥是拿国小开始练习书法的倔强，打开宣纸，一写就好几百张，作为草稿，细节调剪上千次，最终才完成作品。这才叫真正的工艺伦理。从国小练书法，上百张宣纸练习，上千次的细节调整。来，刘瑞龙后面说，就不特别说自己无愧于心了，作品挂了自己名声，难道要愧吗？然后他说笨蛋，问题是不好看。哎呦，小戴，你随便抖一下，我赶快把这个就念完了嘛，不要那么担心，好不好？来，所以啊，台电新版的 logo 连底下的英文哦，台湾 Power Company 全换成电脑字体了，也就是有网友讲，连支持新版的人都只认可英文的部分。那刘若龙说：“我写赛德克巴莱那套标准字的时候，连英文小字我都用毛笔挥毫。换句话说，真正的书法设计师英文都用毛笔写。好啦，那刘瑞龙最后讲，最上面是于右任，剩下两个最好有谁能轻松分辨出哪一组是花96秒键盘打出了金圈体，结果金圈体的设计师原创者出来说干掉我花4年，好不好？好，但那个金圈体是好字。”
那哪一个是纳税前96万台币聂永贞？所以一个一个这样做，好吗？那来，我是分不出来啦，有没有设计含金量？来，我如果没搞错的话，金宣体是设计师叶俊麟做的。5月8号，他也跑到刘瑞龙贴文底下留言呐、他说金宣体是制作4年半的字，抱歉不是96秒哦。另外书法我们得过高雄奖加横山2027展出来，哎，横山2027是不是还没到？好，不管。横山国际版画双年展来，所以设计圈在底下还有更多打脸的留言啊。有一个说，聂的版本真的很像金宣体。有人说没有辨识性体，没有办法辨识，因为你做 CIS 做企业辨识系统，需要能够辨识。那另外一个说，聂永贞的字体真的是有致敬于右任，但如此隐约的致敬跟直接上一个电脑字体真的没多大分别，更别说有96万的设计含金量。另外一个说，连大家用到烂的沉鱼落雁体可能都还受欢迎一点。好吧。来，另外一个网友叫黄大洲，刚好是那个黄大洲。那他说，我看到当下也以为是金宣体，不过不太确定拿来商用会不会比这个标案便宜。陈建伟留言说，字体代表一个精神，同理台电 logo 的图跟于右任的字，在电这个字是一致的，就是他那个电的 logo 跟于右任的电是一致的。台电当时用于右任的字体还能够做引用到 logo 上，那样的巧思完全碾压96万的电脑设计作品。但底下有一个网友，他说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那么专业啊。网友孙小毛说，哎呀，你搞错了，改的不只是标准字啊，标准色也改了，从原本的蓝色变成绿色。这我不知道，不要问我啊，无需过度政治联想。我不是要说我不会看设计，而是有业界人士实名公开有作品声望的人怎么看这个案子，好不好？来，这不是政治攻击啊，就是设计圈的共识是这样子。刘瑞龙最后一句话，他很敢啊，各位，妈校长如果要抓人就去抓他，好不好？买记忆体赚1倍说，2023年以前100万以内就必须公开招标，96万就直接指定发包。谁能提醒聂永贞，指定发包已经升到150万以下喽，不用再夺96万，好不好？来，刘瑞龙最后一句杀手锏，看他很敢讲啊，讲完了请校长去抓他，不要抓我。他说你要把大家当白痴，大家其实把你当作贼。这个问题不是品牌转型，不是时代美感，是不好看呐，就是不好看呐！干，你不能因为说你有绿色价值，你不能因为说你帮过蔡英文，你的东西妈是屎我也要接啊，就是没办法嘛，就是没办法呀。买不买单？你他妈台电都快没有了，结果你优先改这个字体，你在开我玩笑是不是？好了，来，台电好不容易赚了钱，对不对？说我他妈这时候改这个字体应该可以的吧？可以的吧？行不行呢？朱家义说，会不会是转移焦点之战术呢？比如说之前的印度移工或者马铃薯过海关的检验标准，就没人再讨论呢？唉。我说各位，这时候你会想反驳我，你知道你讲的是废核账单呐、你知道吗？台电2025年大赚729亿啊，单年度最高的获利记录啊！
真开心呐、我们真的台电有资格，哎干，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哦，好不好？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赚到的。来来来，我背后就是这样写，你自己看这个图哦，好不容易做得很清楚啊。来，台电怎么会2025年大赚729亿呢？是单年度最高获利记录啊，超越2015年617亿啊，太棒了！难道是我们的更生人总裁做得好吗？这个我不知道，别问我。来，我们先看，台电在2026年1月27号召开董事会，通过2025年财报，税后盈余729亿元，单一年度创史上最高获利纪录，连续亏3年之后终于翻身，听起来像是一个白莲下凡、万民翻身的一个概念啊。什么意思？废核成功了，能源转型有成果，对吧？来，不急，不急呀、不急，我们把这729亿分给你看。哎，第一笔业外收入，台电的财报呢，明白写着729亿里面呢，有140亿是业外收入。什么叫业外收入？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跟发电本业没有关系的钱。具体有2个来源，第一个房地活化，简单来讲，卖家当啊。台电在台湾有非常多旧的老变电所、老仓库、老宿舍，这些土地坐落的位置现在很值钱，把它清出来卖掉做都更，就有钱进来了。第二个，转投资事业，台电有转投资台电综合研究院、转投资 LNG 接收站相关公司、转投资再生能源公司，子公司的获利分配回母公司。哎，各位，你家累计亏损3000多亿，去年卖家当赚了140亿，这叫经营改善吗？不是吧？不是吧？哦，这个劳健保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了，所以不急，我们要慢慢来。来，还没完呢、啊。第二笔哪来赚到的钱？你可能没有听过，过去多年以来，全台湾的学校、社福机构、轻含户用电有一个比一般民生用电低的补贴价，这个补贴的成本是台电自己吞下来的。你的孩子在公立国小，你妈妈住的长照基金构，领阿嬷领的轻含户补助，这些单位的电费台电会折扣，但折扣的部分不是政府从预算拨补给台电，是台电自己亏本电，这就是过去政府转嫁给台电的隐性负担。反正台电是国营事业，反正台电要服务社会公益，反正账目进入累计亏损再说。但是在2025年起，这个补贴归减了，改由各主管机关自己编列预算哦。教育部要编预算给学校的电费补贴，卫福部要编预算给社福机构的电费补贴。原来都进台电账上的亏损，现在进了政府预算，所以台积电从这一份亏损消失回补了144亿。但这是经营改善吗？不是，这是会计转移哦。从政府的左口袋搬到政府的右口袋，两个都是国家的钱，最后都是你缴的税在付。但是账面上来看，台电转亏为盈了 ，magic。哎，你有没有看到？妈，那个谁，陈水扁跑去跟那个3仙归洞的那个大仙表演魔术呢？干，超屌的，开不开心？阿扁啊，你最近很红，但是要小心哦。哎，第3笔，燃料成本下降。台电2024年的燃料成本是3815亿元，2025年降到3523亿元，燃料成本1年内下降292亿。为什么下降？因为国际燃料价格回落嘛。俄乌战争打了4年，全球能源市场已经逐渐消化战争造成的供应链冲击，煤炭、天然气的国际现货价格从2022年到2023年的高点回落。292亿的成本下降，台电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国际市场给了台电一个礼物，而且这个礼物要收回去的。看看最近的油价，
柏云昌教授直接打脸，他说台电的这个赚钱呢，主要靠的是外在环境的变化，不是台电本质上出现经营体质的巨变了。啊，对了，阿扁巴巴大仙，你看，你看这多开心！阿扁巴巴大仙，来，我们讲直接一点，台电不是赚到钱，是俄乌战争打累了。再来，2024年台电的电费收入是8326亿，2025年是9323亿，电费收入一年之间暴增997亿元呐、为什么呢？因为电价调涨啦。民进党政府这几年好几次说电价不会大涨，民生用电持续动涨，经济部会审慎评估，但实际上工业电价2022年到2025年累计上涨超过25%啊，住宅高用量大户电价2024年起阶段式调涨夏季电价累积调整时间电价，扣除诱因后的实质电价上升，997亿的电费收入暴增，主要是电价涨价。各位，这算台电转亏为盈，还是你的电费涨？第五笔，兄弟支援割肉啊，这个最杀了。当你看到台电2025年大赚729亿的时候，你们看到另外一个新闻，中油2025年再度亏损91亿啊，累计亏损正式冲破800亿大关。为什么中油继续亏？因为中油把天然气冻涨的成本，它一个行就扛了超过100亿，也就是台电的兄弟公司割肉相挺的。台电发电要烧天然气，中油卖天然气给台电，但天然气价格被政府冻涨，中油吞下进口成本跟卖价的差额，中油亏损。看这很烦。所以啊，中油亏损，台电的账面好看，左手换右手，两家都是经济部下面的国营事业，都是国家的钱，账面上做出台电翻身，中油继续亏啊。还是《镜周刊》点名的，各位，《镜周刊》讲的话一定要听呐、啊。他说这个获利王的光环背后啊，是靠兄弟中油公司啊割肉相挺，看开不开心？开心吧。所以我们把这729亿，就在我后面的图啦，拆给各位看了。业外收入140亿卖家当，社福补贴归建144亿，会计转移，燃料成本下降292亿，国界市场送给你的礼物，电费涨价收入997亿，你出钱，中油扛下91亿，兄弟割肉，合理利润大概300亿，台电超赚的部分主要来自上面这几项，真正归功于经营改善做得好棒的零元，1毛都没有。然后啊，就在这个史上最赚的 moment， 就在这个史上最赚的 moment， 台电花了968940元换 logo， 差点忘了，792盈余怎么花的？全部拿去填补累积亏损，填完之后累计亏损剩3500亿。各位，这就是废核账单啊！你废核亏掉妈4000多亿。去年好不容易赚钱的全部拿来填，来，刚刚讲的729亿是2025年台电的财报故事，但你要记得，填完729亿之后，累计亏损还剩3500亿，3500亿只是台电一家的亏损，废核代价远远不止这些。但我先念一个斗内好了。来，我看看啊，
Big Bad Bolin 说支持学长直播，支持96万躺枪费，但更支持69元躺下费被黄标。坏掉龙龙酒说，请支持唐伯虎专用拖把单人阿鲁巴老朱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最让人生气的还有智障说于右任写台电的字非客制化，表别人都当笨蛋，不是你他妈他就写给你了嘛，你他妈在那边真说是不是客制化有什么了不起？丑就是丑，不好看就是不好看嘛，拿这个东西给这边智障青鸟。我跟你讲，现在很多智障青年在抱怨说，干你啊！最近很多东西立场一直变来变去，一下子说，哎，互并比那个蓝白的规范有错，结果一下子立委又跳出来说，就是民进党支持互并比，我们好照顾护理师，好棒棒。干那青鸟自己都神志错乱，他搞不清楚到底要挺还是不要挺，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管他嘞，随便，哎，他就是这么莫名其妙。但是我说了嘛，这就对这些青鸟来讲很为难，好吗？很为难呐、来，Mr. 阿甘赛说支持九哥使用唐伯虎专用拖把担任阿鲁巴猪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宜家之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这个信工的产品，还有它的那个肉粽记得要买，还有纯味家的小菜，各位下酒很棒，好久没买了，对不对？这个刘建一 ，Mr. 刘建一说感谢聂老板永贞出来为党躺枪 and 背锅。来 ，God's Row 说朱大，原来古人说都是真的，原来真的一掷千金，还有书中自有颜如玉。Mr. 刘建一说100万元以下得标，企业改版、企业识别改版、营业处实体 logo 文字更改，又是门不错的生意啊。谁赚到呢？我不知道。Violet 说你会自我反省，检视是否够格，就代表你接不到标案。好，这个吴语刚才我们念了，谢谢你爸爸在台电的牺牲奉献。Mr. 阿甘在说，先小抖一点，补充一下台湾价值。赖校长英明神武，朱大所说的一切都没有批判我天朝上国的意思。叮叮叮，我严重怀疑哪一天中钢也会改，让我们继续看下去。Timo 麦说，设计人路过，此次台电公司自己改换设计，那简约细瘦的字型极符合绿色执政下满满的缺电风哦。啾咪肖辉劝说，这个潜水粉不管如何先抖再说。周嘉义说，后面是转移焦点之处，譬如说之前的印度移工或马铃薯过海关检验标准，没人在讨论呐。民事阿卡赛说，这很遵照马英九执政时龙应台所说的，内阁各部会轮流出包放火。来掩盖些什么呢？绿出于蓝胜于蓝呐、真开心。好，但不管，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讲下去。哎，话说我最近写程式写得很开心了，好，大家不要再多说，来，我们继续往下讲。第一笔呢，来，我们要算一下，配合8年来有7笔财政账单累计的存了下来。第一笔台电累计亏损4200亿以上，2024年底曾经达到4229亿，2025年填掉729亿，剩下3500亿。第二笔核四封存资产减损是3200亿以上。第三笔中油累计亏损是800亿以上。第四笔中油天然气计划3阶、4阶、5阶新建4845亿。第五笔废核导致碳费负担年增逾3000亿新台币。第六笔前瞻轨道建设尾款1210亿以上。第七笔地方自筹款缺口5518亿。当然，我们一笔一笔讲清楚啊，有哪些呢？来，第一个。台电累计亏损4200亿，2024年底高峰达4229亿，为什么会亏这么多？第一个，配合池城入法的2017年蔡英文政府把2025非核家园入法，台电必须提前停掉核1、核2、核3。第二，绿电趸售成本高，光电、风电的趸售价格比火力高出2到3倍，台电必须要吸收。第三，电费动涨政策，这个我刚看到辉炫讲说他买了那个羊肉罐头，真的觉得羊肉炉罐头真的觉得非常好吃，肉又多，
请大家赶快下单，我们赶快下单，我们马上就要考虑要出货了。梅森阿卡塞说，真的很久没买信工了，正在挑选中，要记得多买啊。来，光电、风电的趸售价格是火力的2到3倍以上，台电必须要吸收。第三个，电费动涨啊，民进党政府为了选票，为了民生考量，多次动涨缓涨，台电自己吞下成本差。来，4200亿元不是经营不善，是政策性亏损，是吗？投票补贴啊。来，第二笔，核四封存的资产减损了3200亿新台币。各位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直播的核心伤口。为什么？因为核四从1980年代就开始规划，1999年动工，期间多次因为政治因素停建复工，折腾了将近30年。到2014年林义雄绝食，社会运动激起，马英九政府被迫宣布封存核四啊。林义雄我们特别规划了一集，下礼拜做，今天先缓一缓。但你要知道的是，到核四封存为止，这座电厂已经投入了超过3200亿新台币了。一座盖好的电厂，一个还没商转的电厂，一个只差最后安全设施的电厂，3200亿就这样变成资产减损。3200亿是谁付呢？林义雄吗？屁！林义雄现在搞不好还在吹冷气了，有种他就不要开冷气，不要开空调啊！台电要把这3200亿分摊到每年的折旧跟摊提里面，分20年、30年慢慢摊。这就是为什么台电的累计亏损会这么大。第三笔，中油的累计亏损也800亿。为什么？中油是台电的兄弟公司啊，主要扛下天然气动涨的隐性成本。2025年再亏91亿，累计亏损正式突破800亿啊！各位，还没完呢。中油天然气的计划4845亿啊！你要烧天然气，就是要废核了嘛？那发电缺口怎么办？烧更多天然气啊！但是烧天然气要接收站啊，台湾现在只有2座 LNG 接收站，桃园永安的一街1990年启用，已经老化了；高雄的永安2街2009年启用，这2座加起来根本不够用，所以中油规划的3街，桃园观塘工业区呢还在争议，4街呢基隆协和电厂改建，5街苗栗。4个接收站的总投资金额4845亿，这不含跟美国签的那个天然气合约哦。4845亿这个钱是要盖天然气接收站的，不是干电厂的。我们还没有算电厂本身的新建费用，还不算每年从卡达、澳洲、美国进口 LNG 的燃料费，一年是5000到7000亿啊。第5笔，废核导致碳费负担年逾3000亿，这一笔是永恒的收费，它不会结束，好吗？废核之后啊，台湾的电力供应从低碳的核能转向高碳的天然气跟煤炭，碳排放量增加，而台湾自2024年起呢，开征碳费。按照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院的多个测算，全国年碳费负担会超过3000亿啊！各位，这3000亿是每年都要缴，每一家公司都要缴，缴到什么时候？缴到台湾全面绿能化，缴到核能或其他的低碳能源替代上来，缴到2050年净零承诺兑现，至少还要缴25年，3000亿乘以25年是7.5兆。7.5兆还没写进我刚讲的1.87兆里面呢。
你想想，你孙子会不会崩溃啊？来，再来6，前瞻轨道新建尾款1210亿。各位，前瞻基础建设这个案子啊，本来是2017年蔡英文政府提的8年8800亿的特别预算，要解决长期基础建设不足，要拉动内需经济。蔡政府，但执行到2025年，光是轨道建设项目，中央未付清的尾款就累积了1210亿元以上。为什么会付不出来呢？因为2017年规划的时候，全球还没有通膨，供应链还没乱，原物料还没涨，8年下来，每个案子的实际新建成本超出原预算的30%到50%，中央没钱补，地方没钱出，案子卡住，尾款拖欠。来，第7笔。地方自筹款缺口5518亿，这个更酷啊！前瞻案子的成本是由中央加地方负担，地方政府要自筹一部分哦，但地方政府预算有限，光是要新建轨道建设、捷运延伸、社福设施、长照中心。全台湾22个县市因自筹但无法筹出来的金额，已经累积到5518亿。地方政府怎么办？借款发公债向中央求援，但是这些公债的本息要付30年，还是你的孙子要付嘞？你看这些夯不啷当加起来1.8兆加每年3000亿的碳费，这就是废核代价的真实规模。所以啊，聂永真领的那个968940元除以1.87兆，等于0.0005%。所以你看，永真，难怪他觉得很无奈，因为这个比例小的像蚂蚁一般呐。但比例不是重点，重点是优先顺序啊。当这个累积亏损3500亿的公司，好不容易有一年赚了钱，结果他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改 logo， 你就知道这个治理体系出问题了。你看多惨！来，我们进入废核账单里面最痛的一根刺，也是跟林义雄最开心的一个结果有关。3200亿这个数字怎么来的？1980年核四计划提出，1986年车诺比核灾，台湾社会反核运动兴起，1999年。核四正式动工，预计2004年完工，2000年陈水扁就任总统，民进党。洪传前说：“朱大好久不见，有考虑进军建筑业吗？盖监狱，感觉2年后很多人要进去会关不下。哎，你不要这样说啊！妈盖我自己关进去再得了？难道我要给自己留一个逃生管道吗？”来，2000年陈水扁就任总统。民进党掌权了，2000年10月停建，2001年行政法院判决停建违宪，核四复工，2008年起建筑进度每年延宕，预算增加，2014年4月22日林义雄绝食啦，核四封存运动引爆全国，2014年4月27日马英九政府宣布核四停工封存，就跟他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一样，该停的不停，不该停的偏偏停。还没完呢。2018年立法院决议，核四燃料棒外送美国保管。2021年3月，最后一批核四燃料棒运回美。到核四封存为止啊，这栋电厂已经完成主要工程的95%以上，只差最后的安检、燃料棒装填、商转启动，而封存的当下已经投入了3200亿新台币。3200亿包括什么？土地征收、厂房新建、设备采购、燃料棒采购、技术引进、人员训练，全部都花下去执行了。差几个月就可以发电的核电厂就这样停在那里。
那你说啊，为什么不重启核四吗？干去问林义雄啊！来，我给你为什么不重启的3个答案。第一个，核质反应炉炉芯已经采购安装，但没有经过正式安检，重启需要重新安检。第二个，燃料棒就是妈梳光头急急火火的运到美国去了，重启需要重新采购。第三，机型是奇异公司的进阶废水反应炉，跟核三的西屋公司压水性反应炉不同。审计长陈瑞敏在5月5号立法院质询时候讲了一句核弹级的金句。核三重启要买燃料棒，然后核四燃料棒在那边必须给社会大众了解，这是不是机型的问题或整个机组的问题，要让社会大众了解啊。来，审计部是中华民国的监督机关，它是宪法5院之中监察院下面的机关，专门负责审核政府预算、监督公帑使用。审计长是中华民国体制内最高层级的财政纪律守护者之一。这个位置的审计长当着立法委员，当着国会频道的直播镜头，当着全台湾记者，讲出机型问题还是机组问题，要让社会大众了解。这句话翻成白话文是什么？是我审计部已经审不下去了，这个决策逻辑跟我的会计算盘完全对不上。什么东西不怪马英九呢？马英九自己活该。来，我们来讲清楚，各位，大概也只有黄世修现在好像都在搞团购，他也没时间弄这个。我们把整个核四的实际状况算清楚。核四燃料棒的原值啊，大概70亿到80亿，不送到美国储存了，找不到买家。为什么找不到？因为当初为了求售，因为所有的燃料棒都是特规，是专门符合你核四的反应炉的特规。那你如果要出去卖，就要拆成铀原料，一旦拆解，这个东西就不再是组装完成的燃料棒，而是铀原料。铀原料的市场价格远低于燃料棒，储存费每年就要1到2亿元，至今累积花费4亿多元。核三重启还不能用核四的旧燃料棒，要重买燃料棒，再花80亿。陈瑞敏审计长亲口承认了，当然政策的问题也有，但管理的问题也有。民众党的立委洪玉祥问，这是正常营运成本还是政策错误产生的损失？陈瑞敏没有办法说这是正常营运，他只能说政策的问题也有，管理的问题也有。来啊，我们送出去80亿，把核四的燃料棒运到美国储存，储存费每年加一加到现在4亿多，然后还要再花80亿再买进来核三的新燃料棒，加总就是165亿的死的一笔账。这165亿不是抽象数字，是你的税金、你的电费，你今天交给台电的每1块钱的一部分。各位，跟我一样是更生人的曾文生董事长，在5月6号想出了一个最新的辩护角度。他说，核四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比较高啊，这个意思是说我送美国放着比较便宜啊。但是等等，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他是送美国放着，送美国放着比较便宜啊。但你比较的对象错了，应该比较的是让核四发电跟让燃料棒在美国放着哪一个比较便宜？让核四发电量是270万千瓦，年发电量200亿度，够台湾8%的用电30年，减少1亿公吨的碳排，让燃料棒在美国放着，每年烧1到2亿的储存费，找不到买家，呆账。各位，你选哪一个？民进党选的呆账的那一个，然后你会问，那林义雄呢？各位，林义雄这个故事，我们下个礼拜会专门开一期讲。我今天先给你3个事实。第一，林义雄在2014年绝食的时候，是民进党家属遗族的政治代表，他不是民进党立委，不是民进党政府官员，他是用个人身份绝食。你他妈吃不吃饭跟我国家的核能政策什么关系？第二个，林义雄的绝食的诉求是停建核四，但他过去多年在民进党内也对党提出过多次严厉批评。
某个人很爱上龙亨的某个人，本来要选立委，就是被他挡下来，但他现在又当上大官了。猜猜看，那某个人是谁呀？好不好？来，第三呢，核四封存的决策是马英九政府做的，民进党完全是受益者啊。马英九最棒的就是他做事情一向有咖喱口味的大便，跟有大便口味的咖喱，他一向选大便口味的大便，他一向是把所有利益送给别人，自己吃大便。看起来看开不开心呐？来，梅斯拉开赛说已经下定庆功商品，待会去买粮草，顺便结账。各位网友们订起来啊！来，各位记得要订哦，而且肉粽也开卖了，好不好？来，马英九做了停掉核四的政治痛苦决定，民进党没花1毛钱的政治力量，在2016年后执政直接享受核四已停这既成事实。林义雄的故事很复杂很深，有很多需要单独拆解的层次，我们专场会处理。你今天只要记得，核四3200亿的呆账是政治决策的代价。陈瑞明审计长也已经亲口承认了，政策的问题也有哦。下一章，我们来看中油的好兄弟怎么割自己的肉，喂他的好兄弟台电。来，我前面讲了台电720亿的真相的时候，提到中油2025年再亏91亿，累计亏损突破800亿。这个数字背后的故事，我们把它讲清楚。先讲中油这家公司的名字是什么？这家公司的名字是什么？中油的全名叫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经济部100%持股，也就是国营事业。它做4件事情：第一个，进口原油炼制成汽油、柴油卖给加油站；第二个，进口液化石油、天然气卖给台电烧；第三个，进口液化石油、天然气就是桶装瓦斯卖给民生需求用；第四个，加油站的零售网络。来，中油主要的客户是谁？是你。汽油、柴油跟台电，来，我们先聚焦在中油卖天然气给台电这条轨道。有网友说，刚是不是又凑梁圈杰？我不知道啊，梁圈杰现在是不是高官，我也不知道啊。他现在也没有当立委，我也不知道啊。现在有没有再去酒店喝酒，我也不知道啊。来，这个单纯是国营事业卖给国营事业的东西呢？为什么他妈的还会亏？来，有结构性问题，有结构性问题。第一个，天然气的国际价格大幅波动，从2021年开始，天然气现货价格从每100万 BTU $5美元飙到50美元，涨10倍，然后再回落到12到15美元。中油签的是长期合约，它锁定了一部分价格，一部分现货采购，但整体的进口成本飙涨。第二，政府要求民生天然气不涨，工业用、发电用天然气可以调涨，但民生桶装瓦斯绝对不能涨。中油自己也吞下了涨价的成本。第三，台电发电用天然气也被冻涨。2022到2024年，台电烧天然气的成本飙涨，但中油卖给台电的价格没有同步调涨，因为调涨就会造成台电电费调涨。民进党政府不要选举压力，这3条结构性的原因加总，中油2024年亏90亿，2023年亏192亿，2022年亏350亿，3年累计亏损超过600亿，再加上历史累积，现在累积破了800亿。各位，这800亿的累积亏损是什么概念？我给你一个比较。中油资本额1300亿，中油累计亏损。有网友说下定信功了，干妈我又遇到民主的延迟了。有网友说下定信功了，希望能够 7-Eleven 取货。目前就我所知应该是不行，因为它那个箱子太大，所以 7-Eleven 装不下。没办法，好吗？你一定会订到3000块，结果你告诉我说要 7-Eleven 取货，你当 7-Eleven 是吗？
4度空间口袋，是不是？来，接下来要来啦，什么嘞？什么嘞？好，也就是说，800亿累计亏损是什么概念？中油的资本额就1300亿，中油累计亏损800亿以上，负债比68%，也就是快要资不抵债了。但是中油是国营事业，是经济部100%持股，所以它被政府用各种方式撑住。政府补贴每年从特别预算编列补贴，调整资本结构，经济部编列预算增资中油，把亏损吃掉。台电多付一点点，偶然调涨天然气价格，给中油缓一口气。来，最后手段是破产吗？不会，因为中油破产等于台湾的燃料供应中断，所以政府永远不会让中油破产。这就是两兄弟左手换右手的真实面貌啊！台电账面好看，中油账面亏损，经济部预算编下去救中油，你的税金补回来，整体来看，这个钱就是你出的，只是绕了3圈。然后我们接到了4845亿的天然气接收站投资。为什么要干这么多接收站呢？因为废核以后，台湾高度依赖天然气。废核以后，台湾高度依赖天然气，就没有办法了，就要花那么多天然气的钱啊，就这样啊，那你要怎么办呢？就没有办法，你要我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来，我继续往下讲。基本上呢，你也不要多想了，那个钱就是你出啦。中油绝对不会破产，但是所有的钱呢都是你出。那所以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就是你出，只是换了3圈呐。你开心就好，党让你出钱，你自己要感恩呐，要支持，好吗？来，而且我们这样讲，台湾2025年的电源配比多么250呢？燃煤32%的燃气，然后42%的，对不起，我讲错，这个念的这样顺序不对。燃煤占32%，然后核能废掉之后，主要靠燃气补42%，核能3%，因为核3还有残余运转，再生能源12%，原来要说做到20%就做不到，太阳能、风电就做不到，水力2%，其他4%。各位，42%的燃气，这是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最高比例之一。这42%的燃气全部都要从国外进口，台湾的人放屁是不能够协助天然气发电的，好吗？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说要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不知道。然后呢，这个要从卡达、澳洲、美国、马来西亚进口 LNG， 然后液化石油天然气必须要在接收站气化储存，再送到电厂。台湾现在有2座接收站，3座在规划中，1街在桃园永安，2街在高雄永安，3街在桃园观塘，4街在基隆协和，5街在苗栗，全部盖完要4845亿，这不是纸扎的，这不是纸糊的，4845亿是中油出的，也是你的税金，你想都别想，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哎呀，马英九就是对的事情不坚持，错的事情坚持到死，所以同样的嘛，来，桃园观塘3街，从2018年提出以来争议不断，一边是政府要为台电补天然气供应，保证大台电厂不断气，另外一边是环保团体担忧藻礁生态系被破坏。2021年举行公投，真爱藻礁公投2，然后没过，3街继续盖。2024年3街外推方案完工部分启用，2026年3街全面启用，但部分藻礁仍受影响。4845亿花下去，藻礁被部分牺牲，结果还是要继续烧天然气，而且还是不够。废核选项并没有更干净、更便宜、更环保。再给你一个对比，核3厂重启对上盖一座新的天然气接收站是多少？核3厂机组已经存在，重启成本大概200到300亿新台币，不含燃料采购。
年发电量130亿度，低碳排，不需进口燃料储存设施，新天然气接收站每座约1200亿新台币，要花5到7年新建，要配套电厂投资，需要长期进口 LNG 高碳排。民进党选了哪个？过去8年他都选了天然气，而现在2026年，民进党突然要重启核三。5月5号中午叶元之，5月5号下午审计长，5月8号台电换 logo。核三是真的无需过度政治联想吗？没有，还是拼2028年的大选非常需要。来，我不知道，这不是干扰，我没有任何的杂音在我这边，我感觉没呢都没有，这是很干净完整的声音。会劝说今天吃羊肉炉罐罐，里面羊肉很多，随便捞都有肉，口味也好吃。好了，民主的干扰没办法。来啊，我们的大原之难得5月5号中午在立法院爆料说，知情人士跟他爆料说，核三反应炉原厂西屋公司本月将来台进行自我安全检查，届时会洽谈购买核三燃料棒下单事宜。如果进展顺利，渴望在2028年大选前到货。好，这个爆料什么意义呢？第一个，核三重启不只是政策评估中，已经到了准备下单核燃料棒的阶段了。第二个，时程赶在2028年大选前到货，赤裸裸的选举考量。第三，西屋公司本月来台是已经安排好的具体行程，这不是传闻，这是行政动作已经启动了。叶元之质疑的金句是什么？叶元之质疑的金句呢是嘿。2021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说，有人讲要重启核电是不可思议啊，真的不可思议吗？国民党没有远见，现在民进党大转弯，证明国民党一直主张的停用核电有杂讯声，可是我这边就没有啊，不然你要怎么办呢？好了，各位趁这个时机，反正垃圾时间，大家帮忙按个赞，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有点卡，万马波花抖，只能这样子告诉各位，我这边看是都正常啦。那怎么办呢？而且我的什么降噪啊、降回音我都已经开了，所以没有办法，我这边动不了了，没有东西可以动啦。如果你的声音跟口型不对的话 ，reload 就好了。这个是因为 delay 的关系，这是 delay 的关系。好啦，就这样子啦。民进党之前反核，现在怎么又回来了呢？就没有办法，因为经济部又跟你讲，无需过度政治联想。好啦，台电的制式回应是什么？有关燃料采购必须配合整体自主安检及再运转计划审查时程，方能进行后续评估。来，不要说卡啊！如果说卡，哈干卡，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就贴那个赚红钱的图，希望能够获得红钱的保佑。左边是支付宝跟那个，支付宝跟什么东西？跟微信支付啦。我快讲啦，台电就制式回应了，但是你怎么搞呢？换另外一台手机试，还有 B 波针哦。没啦，民主干扰就这样子啦。来，好，我快快的赶快讲。5月5号，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公开受访说，核燃料棒不是现货市场可以买到的燃煤或天然气，或是到路边加油站那么简单。设计制造一定会跟原厂有一些讨论，核燃料运送需要核准，台电无法自行决定时间。也就是曾文生这段话呢，已经承认了他跟西屋讨论燃料棒。不一定会跟原厂有一些讨论，就是会买，不是路边加油那么简单。虽然会买，但你别跟我吹。来，童子贤5月5号又公开讲话，心情上支持早点预购燃料棒，不介入实质运作，好不好？童子贤就一直讲支持。你说绿营自己人都背书了，还说无需政治联想嘛？来，苏贞昌2021年3月把核子最后一批燃料棒运回美国的时候，公开讲，现在还有人倡议重启核电，真的不可思议啊！5年之后，他女儿要出来选新北市长，你问他说，现在还有人倡议重启核电，是不是不可思议呢？如果不可思议，就不要来选市长嘛，好不好？就是这样啦。来，
快，我今天就赶快讲了。那个民众党的洪玉祥立委后续追加质询审计长，核四封存燃料棒这80亿，加上美国储存费4亿，加上核三重启新燃料棒80亿，大约165亿的呆账。请问审计长，这165亿是民进党废核政策造成的损失，还是台电管理失误？陈瑞敏没有办法回避，他只能说政策的问题也有。现在的状况是，体制内最有资格的人公开站出来骂民进党政府的决策，而且宪政体系内的官方记录，这就是自己。来，我没有看到一个智障中华民主吧，一个智障的简体字的用说，只有笼子里面被洗脑的中国人看。干，各位，你是台湾人，请打+1。我们来看有多少人，顺便称一下，妈我的网速，干，这网速慢到这个程度，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而且洪玉祥还追问了，他说2021年到2024年各部会无人机预算高达228亿元，关键技术要关键技术没关键技术，不是进度落后，不然就是延宕，不然就是计划没有达到 KPI， 能不能跨部会专业审计？陈瑞明审计长讲，从乌俄战争可以看出来，无人机对不对称作战相当重要，同意可以对无人机做专案调查，会诊各部会的执行情形。看到没有？这个智障啊，简体使用者说这边都是大陆人呐、你看看+1的有多少台湾人？他妈比你这辈子看过的台湾人还多，好不好？来，无人机228亿跨部会审计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故事，以后会再说。但我们这样讲，真的军购现在的承诺要花多少亿？劳健保的承诺要花多少亿？我们之前都讲过了。能源承诺今天专题讲了这么多，所以整个加起来啊，实际上静态的合计有1.85兆的军购，加13.23兆的劳健保，加1.87兆，加每年3000亿的废核成本，也就是16.95兆，大概是台湾2026年 GDP 26兆的65%啊。所以这是谁的负担？不是只有支持赖清德这群人的负担，不是2016年第一次投给蔡英文的这群人，不是2026年看这场直播的这一群人，是你的小孩、你的孙子，现在还在念幼稚园，还在念国小，还没有投票权这个世代，他们从一出生肩上就背着16.95兆的历史欠款，这就是世代买单的真正面貌。来。聂永贞拿的968940元，等于16.95兆的多少呢？0.00006%，比例小到完全没有讨论的价值。所以比例不是重点，优先顺序才是重点。你累计亏损这么多，你的能源又不够，你的能源替代也不够，那怎么办？还有网友崩溃说：“你讲这些话不怕受到9000万台湾人的唾弃吗？我等下就贴到 Threads 去，让9000万台湾人唾弃我吧。”所以啊，我们从一个96万的有网友说那个妈傻逼网军说骗中文被雷劈，干在哪？我这边除了网络拥塞之外，没有被雷劈啊。你看，我们一路讲到这里来，真正的问题，1.87兆废核的成本是谁付的？你的孙子付的。729亿是谁赚的？电费涨价、卖家当、中油割肉、补贴换口袋。台电做了什么？台电做了的事情呢，是花了968940元把URN的字换成电脑黑体字。整个护士最讽刺的地方是，党一直跟你讲说，无需过多的政治连结，无需过多政治连结，那怎么样呢？你只要他这样讲，你就该担心了。这个公式呢，16.95兆，你要一路跟着，直到2028年大选。每次党告诉你说无需，不必担心，呼吁外界，你要心里打个问号，然后去查实际的问题。谢谢卡里斗内星星。
来，我们开头讲的聂永真那个设计，它不是重点，是你的先后顺序有问题。你在这么缺电、这么状况不好的时候，为什么会优先去改你的字体？妈，你人都快要死得癌症了，结果你要买一个好看的内裤干什么？自己开心，是不是？来，你的下一代啊，已经扛起了16.95兆除以2350万人，等于每个台湾人72万元的历史欠款，这就是废核的代价，不是悲观，不是末日预言，是事实。下个礼拜我们继续会讨论废核为什么？废核是因为林义雄绝食，核四封存，马英九政府的莫名其妙的决定，民进党的免费收割啊！各位，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意义，记得分享给你35岁到55岁的朋友。这一群人受废核代价、劳健保黑洞、军购承诺链影响最深、声音最小的世代，因为他上有老母，下有小孩，让他们看到自己10年后、20年后可能面临的处境。我们下一场见，记得科学终将胜利。我们说的是真话，这条路会得罪很多人，但是这是我们唯一愿意走的路。谢谢大家，各位。来，最后明天就要讲川习会1周前我们会做什么预测啦？大家好好的分享跟思考一下。来，各位，我们的贴出来了，包含了支付宝，包含了微信。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有空你觉得讲的精彩的话，就要多支持。然后我们要问你觉得今天满不满意？满不满意？但在这个时候，我要再回到80年前一开始的时候，1946年台湾电力公司在这座岛上开张，1947年请于右任题字，1964年于右任过世，留下来的招牌字正式开始使用。80年来，这6个字看着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台，这6个字看着台湾从200美金人均 GDP 走到4万美金，6个字看着核1、核2、核3、核4陆续启用停建封存，那6个字看着2014年林义雄绝食的人潮从凯道走过台电总公司门口，而现在2026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于右任的6个字被悄悄换掉了，换向96万8940元的黑体电脑字。台电说无需过度联想。这一个世代买单的东西，如果80年前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坐在自己题字的6个字下面，看着这个政府这样子处理废核账单，他应该会用他写的标准草书写4个字给你看，叫做世代买单。请各位记得，有些账你今天不算清楚，明天就是你的孙子来付。接下来下个星期敬请期待林义雄篇，我们来继续算这一笔账。好啦，各位，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是如果你觉得内容好但讲的不好，请投2；如果你觉得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请投3。我到现在还没有封锁他，他自己妈发疯，自己逃飞赛，也不能怪我，好不好？来，但是我们一直塞，已经塞到受不了了，连我自己都受不了了，这个要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请各位多多支持。好，连抖音这边都投这个。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最后的结尾呢是什么？是都负债2.4兆了啦，花不到100万，转型正义改字体，怎么了吗？我就是不想干正事，怎么了吗？我们今天到这边直播结束，大家再见，拜拜。